好，那我們站在2到3米的位置，像這樣。哇操，這啥？真假這樣冒得到哦？哇，你看这角色可以3段衝刺啊！你看像這樣子，1段、2段、3段，哎，找到你嘍！這你吃得消啊！進去，無限假動作循環。這個讓我想到了少林足球的動作。OK， 各位，是我，你們的主播台灣耳男，終於來了，各位觀眾。哇，全明星這一波是真的玩大了。目前所有的籃球手遊裡面，好像還沒有出過 Shaquille O'Neal 的哦。關於這名球員呢，我想應該是不用多做介紹了啦。如果你不知道這名球員是誰，請你立刻去 YouTube 搜尋 Shaquille O'Neal 的名字，你會發現現在 NBA 架上的所有中鋒，我跟你講，沒有一個能跟他打的。真的，這個人是真的非常離譜啊！就算時間往回拉到 Bill Russell 或者是拉到 Chamberlain 那個時代，我說真的，大概也沒有一個可以跟他互扁的。沒錯，這個男人就是這麼猛啊！你真的要說他是歷史第一中鋒，我相信也不為過。這一次這個角色出在全明星街球派對，哇，這一波是真的大啊！那麼作為路服3周年主力角色呢，我相信強度應該也是非常非常夠的哦。畢竟呢，歷史第一中鋒的位置呢，他可能也有一份哦。那麼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角色到底有多變態吧。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例會模組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是近期推出的所有角色當中最還原的一個哦。看到沒有，這個大老粗，哇，真的超大一根啊！再來看到它的屬性方面呢，把潛能全拔。來這裡必須給大家看一下，有幾個特別誇張的屬性哦。蓋帽143，干擾131，彈跳139，籃板147，力量141，跑動90，跑動他媽90是三小啊！你跟目前全遊戲籃板數值最高的角色羅德曼來做對比啊，籃板只比羅德曼低一點，但跑動比羅德曼還快。彈跳比羅德曼還高，真假？老哥，再來跟目前最熱門的 9LMB 來互相比較一下，彈跳、跑動都是直接完勝到不行啊，籃板更是直接超出12點。那麼跟目前還是很常上邊位的 Duncan 來互相比較的話，也幾乎都是完虐。基本上這個角色除了投射不行之外呢，其他全部都是超級變態的數值啊，這就是一個超級數值模組怪啊。好了，屬性看完之後，讓我們來看看技能說明的部分吧。第一個，它的大招叫做狂殺出動，就是一個 dash 的技能。那衝刺完之後，你會獲得5秒的這個狂殺模式。這個狂殺模式有多變態呢？我們來看第一個狂殺籃板，它的籃板範圍大幅增加，並且在爭搶籃板的時候呢，可在空中奪取對手剛搶到的籃板球。哥們，這個是殿堂櫻木，是你？就像這樣。哇，直接搶過來！那麼另外一個狀態就是，當他在蓋帽的時候呢，蓋帽範圍會增加，並且蓋帽成功後直接抓球。好啦，這個大招你看起來已經夠變態了，對不對？來，我們接下來繼續看他的被動。好，這個被動技能呢，簡單來說就是，當你在按下這個被打鍵的時候，你只需要1秒的時間，你就會獲得這個柴油機強化的狀態。那在這個狀態下呢，你會獲得以下這一些增益。另外，如果你是在這個狀態下呢，你防守回合還可以使用一次的 dash 來補防對面。好啦，所以這個角色跑動90哦，然後這個被動可以給他一次 dash 哦，然後大招再給你一次 dash 哦。注意看這邊提示還寫咯，狂殺出動可以銜接在柴油機啟動過程中釋放，實現超遠協防。哇操，哥們，這你吃得消啊！好，再來下一個，他的扣籃技能蒸汽壓扣。哇，這個動作是真的很還原吶，有沒有？他的扣籃最遠可以從5米開始發動蒸汽遠扣。另外，如果你的對手出去協防了，人不在禁區內的話，你會獲得這個籃下無人強化的 buff。獲得這個 buff 之後呢，你就會獲得以下這一些增益，而且還會扣籃速度增加。這個就可以讓一些出去協防的人基本上是完全沒辦法補防到你的哦。如果你是在他的被動狀態下的話呢，3米以外的蒸汽遠扣還可以齊扣啊。如果籃下沒有對手的時候呢，他身上就會閃這個藍光來提示你，你目前
是處於這個籃下無人強化的狀態的。好，那下一個技能重型推進就是它的被打技能啦。那這個被打技能也是可以去銜接一些接技的，像這樣子做一些小小的夢幻舞步，或者是像這樣子的假動作。那你可能会想說，這個角色不是就扣就完事了嗎？幹嘛要特別再用一個被打呢？事實上是在重型推進的時候，它的力量屬性會增加，這個就可以增加你的對抗成功的幾率哦。好，再來下一個重磅落地啊，哥們，你看他在搶板的時候，如果他搶完籃板落地的時候會棒把對面直接震開，一樣，這個也跟他的被動技能有關哦。如果你在柴油機強化的狀態下的話，不會受到籃板受阻。如果前方存在未起跳的對手呢，還可以擠開前方的對手，並且成功搶到籃板落地的时候，還會震開周圍的球員啊！哇，這真的很爽啊！那麼另外，在這個技能當中有個非常好用的小技能，就是他在觸發被動狀態的時候呢，如果不移動的時候呢，可以直接免疫對手的卡位推動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跟Tim Duncan兩個人擠在一起，两個人動都不動的那個畫面嗎？看起來就會蠻有趣的。好，再來下一個技能，鯊魚封蓋。這個角色的蓋帽這麼高，代表他的蓋帽一定是很猛的，對吧？在這個技能說明當中，並沒有寫到他的蓋帽角度是幾度哦，他只寫着大幅增加，但我們就默認呢，應該是270度以上了，而且還擁有一定的後帽範圍，並且如果你是在這個被動強化的狀態下的話呢，他又會獲得這一些 buff。好了，那麼這個蓋帽技能強在什麼地方呢？來，各位注意看這個第3點啊，歐尼爾會預判對手攻框或出手威脅中的傳球，將其拍下，所以他可以幹嘛？他可以斷 DS 啊，哥們，他可以斷分球啊，這個就真的離譜了哦。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天賦當中寫到了沙口封鎖，他可以直接把對面的球拍掉啊！哇操！但這個技能是你需要手動去按的技能，並不是你蓋帽之後自動觸發哦，所以這個其實也有點吃反應，就是你需要預判對方這球一定會傳球。那是不是有個可能是，假設我沒有要傳球，然後你按了這一個斷傳球的技能之後，那我上籃就成功了。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有可能的哦。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就知道了。好啦，最後一個，他的跑速已經90，已經夠快了，對不对？他的加速技能又是一個特殊的技能啊，哥們，這你吃得消啊！他這個重裝巡航很有趣哦。如果我在開加速的時候呢，我前段會有 1.2 秒，移動速度只是小幅增加，但是後面的3秒，它的無球移動速度會大幅增加，所以它是慢慢变快，這個也有道理啦。畢竟這麼重的一個東西，直接給它一個瞬間加速上去，這個就太變態了，對吧？不過呢，當你處於這個柴油機強化狀態的時候呢，直接使用這個加速，它就會直接進入後段的高速巡航了。另外，如果你是在這個被動發動狀態下跟大招狀態下呢，你還可以額外再使用1次加速啊。然後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由於慣性過大，所以本次加速的轉向較為困難，就是航母掉頭比較難掉頭的意思啦。好，再來我們来看看他的徽章跟夥伴吧。第一個徽章，他只要成功蓋帽2次，下一次蓋帽直接變成狂殺抓帽。這個基本上扣爛陣遇到他就是直接被打成白痴啊。那麼如果你下一次是可以發动狂殺抓帽的时候，它就會出現這個紅色的提示特效哦。第一個花式給到的是一個重壓扣籃，再來第二個這個徽章也非常好用哦，在籃下3米範圍內，隊友球員所有出手命中率加3%。那第二個花式給到的也是一樣扣籃的花式。好，第3個徽章，這個徽章就是避開的一個徽章了哦。來，防守回合，如果處於籃下3米以內的時候呢，會直接觸發柴油機強化效果啊，所以你也不用在那邊被打，也不用在那邊擋拆，也不用在那邊卡位了，你只要在籃下3米內直接觸發，離開範圍後2秒內會清除，所以我其實可以站在籃下3米以內的時候出去，然後再馬上進來，我就可以立刻獲得這個柴油機強化的效果。看上去呢，這角色是必須滿圖啦，因為3個徽章都超級重要啊。再來最後一個花式是給到了霸氣摘板，夥伴的部分呢是籃板、蓋帽還有扣籃哦。目前看下來呢，這個角色還可以去打2號位，因為他跑速實在太快了，而且又有多段 dash 哦，所以呢，籃板跟蓋帽這2個都是推薦大家到時候可以點滿的。我還是要再講一次，這你吃得消啊！好，接下來就讓我們進練習場來看看這個角色的一些技能有多爽吧。來，開始做技能展示之前，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們看他這個投籃姿勢。他投籃姿勢是專屬的投籃姿勢啊，有沒有？超醜的投籃姿勢，把它直接完整還原了。而且這個投籃姿勢呢，在3分線也是一樣的，超醜的投籃姿勢，有沒有？這個還蠻有趣的。好，我們首先來看到他的進攻技能哦，進攻技能也有一些值得講的地方哦。首先是他的空接，他的空接有3種，第一種就是站在正籃下的這一種空接，那第二種就是站在這個3米距離的空接，另外一個是負角度的空接。再來扣籃呢，也有3米內的
直接扣籃，然後還有4到5米的比較遠一點的扣籃。除了這些一鍵扣籃的技能之外呢，還有加上背身單打的技能哦，比如說背身之後銜接勾手，或者是背身之後直接銜接遠處的扣籃，或者是背身之後呢要遠扣籃，結果呢拉個2點扣籃。另外，這個背身它在全區域都能啟動之外呢，它可以直接像這樣子推進。來，直接整個人擼進去灌籃，我已經可以想象到時候一堆歐尼爾就像這樣直接衝進去，然後開灌，這個感覺就超爽的啊！天啊，這個背打有幾個價值，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像這樣子進去，然後觸發對方的硬直，或者像這樣直接把對方架開，有沒有？剛剛有看到對面有踉蹌的動作了，然後還有一個價值是可以這樣子進去，無限假動作循環。這個讓我想到少林足球的動作。好了，進攻大概就這麼簡單啦，不過我相信也沒幾個人能守啦。好，再來我們來看看一些特殊的技能吧，比如說像剛才前面提到，可以把別人的籃板搶走，或者是呢可以斷 DS。好，第一個技能就是他在開啟大招之後，直接把對面撞倒了，是怎樣？笑死，都不給对方機會的啊！認真來一次，好，用了之後他搶嘛。他搶到了啊！我把他直接搶走，哇，這很爽啊！這個比撞倒對面還爽。但是我覺得直接把對方扁死就好了，像這樣子他倒了，我就可以直接搶了。哇，這真的很爽哎！祝你吃得消啊！我靠！好，再來是他的狂殺抓帽，就是他開啟大招之後呢，蓋帽角度會增加嘛，對不對？像這樣子衝出去，可以直接後帽，那估計這個應該是360度啦。好，既然這個角色這麼猛，對不對？我們就來看他防不防得了現在最變態的空間陣上帝 Dwyane Wade。好，那我们站在2到3米的位置，像這樣。哇操，這啥？真假這樣冒得到哦？啊，這蓋得到，真假？完蛋，完蛋，完蛋，韋德。可以回家睡覺嘍！啊，這真假？這空氣炮吧？這個我靠！來，我們來看一下最遠可以冒到多遠好了。哇，你看這角色可以3段衝刺啊！你看像這樣子，1段、2段、3段，哎，找到你嘍！祝你吃得消啊！好，另外他在擋拆的部分呢，也給到了一個技能，就是他在擋拆成功之後呢，可以這樣直接順下來進行扣籃。然後剛才前面沒有提到，就是他還是有一手補扣技能的。好，再來就是他的可以斷 DS 的技能啦。好，那這個技能呢，它被設置在超節鍵，就是對面如果想要上籃傳球，我就可以這樣子直接斷掉對面哦。但這個應該也是需要預判的，比如說我們讓對面來打個上籃，哎，他就會變成是蓋帽失敗了。所以你必須要預設對方他這一球是會傳球的，你用這招才有用哦。哇，這個角色如果真的這樣出來，那我覺得末日真的來了，好不好？中鋒的末日。但是以 O'Neal 的歷史地位來說，你又好像會覺得這個強度是合理的，对吧？不過要以遊戲平衡的角度來說呢，這個強度是確實挺超模了哦。我覺得這個角色呢，超標的有幾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就是他的彈跳實在太高了。老實說，以他這樣的身高跟體重，然後給他這樣的彈跳，我在想這個數值會不會是不小心誤值了？我就問大家一個最直覺的東西，你覺得是 Dennis Rodman 的彈跳比較強，還是 Shaquille O'Neal 的彈跳比較強？這個應該想都不用想，一定是 Dennis Rodman 嘛，對不對？再來第二點是他的跑動實在是太快了，這個速度我也覺得搞不好是誤值了哦。雖然我們都不能否認他在巔峰時期的速度也真的是挺快的，但是你說給到他90的跑動，甚至比羅德曼的跑動還要高，哇，這個我是真的覺得也是挺過分的。再來下一個就是他的這個蒸汽機被動發動的條件實在太寬鬆了，像這樣我只要被打1秒鐘的時間，我就可以直接發動這個蒸汽機狀態，甚至我只要開了這個3徽章，我在籃下3米以內是無條件直接發動這個蒸汽機被動啊。我是覺得應該可以多少把他的這個在外線發動的條件變得比較困難一點，比如說從原本的1秒變成2秒鐘，才可以讓它發動這個蒸汽機狀態，應該會稍微好一點啦。好了，整體而言呢，我認為這個角色的強度呢是符合大家對他的期待的。畢竟嘛，作為3周年的主力角色，肯定強度是要有的。你可能會覺得再怎麼強，那就是2分嘛，有什麼？但是如果這個2分你根本就守不了的話呢？不管怎麼說，你覺得這個角色的強度還原嗎？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大家知道。OK， 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哎，我們發現了一個超好玩的技能，我等一會兒讓你試一下。我給你看這個虛幻，老弟，你看啊。
啥呀？為什麼可以一直晃啊？哎呀！這可以播掉嗎？這可以被抄掉啊？我感覺它抄不掉，有點像那個恩比德的那個持球。這可以多久啊？不知道啊，我們數一下啊。你試試看，你可不可以從頭到尾進攻都這樣？1、2、3、4、5、6、7、8、9、10，不行啊，10次，10次可以10次也太多了吧？对，什麼東西？不是，我可以洗球再來一次。他沒有什麼 CD 啊。哎呀，太快樂了。